聚散云不定，怎奈余生流离，宿命的掌心。若年岁尚能留我一息，若你懂我的真秘，只身闯入棋局，落自无回忆。纵然这一生枷锁困我囚我，此生都经过，无畏命运的蛊惑，斩断了因果。缘分这一世枷锁，爱过恨过，终不负嘱托，以星火淬炼成我，不去等复活。木夏，到底怎么回事啊？李江寒，你为什么要寻死啊？李江寒，李江寒，在下李江寒，这位公子如何称呼？我姓穆。魏明先生，这是在给我们点燃希望。如果正略得到书中姜昆想找的那个人人路不拾遗、无阶级之分的桃花源，自会到来。虽然姜昆心目中的桃花源很难达到，可如果写书的时候也有所顾忌的话，与当下又有何区别呢？我就应该像姜昆那样，拼尽自己的全力，为寒门弟子谋一条生路。行科举。国之根本在于人才，寒门俊彦因门第之限，报国无尽，此乃国之憾事。唯有广行科举，朝堂可增治世之能，民间一生崇学之风，天下寒士必竭忠尽智，报效大齐。此事体大，容后再议。退朝。儿臣冒死再见。科举之行废，非毒塞贤路，实伤国脉。士卒做大，则王权旁落；寒门郁结，则民心生变。若不以科举破门阀之故，长此以往，龙庭失意，必然伤及国本，扶起父亡。允行科举，广收贤才，以定社稷。天寒地冻，四殿下还是请回吧。四殿下跪了这么久，主上不会一时心软，真的答应行科举吧？嘴上说的挺好听，我看他是狼子野心，想要争权逐利罢了。
我父王才不会答应的。二殿下明鉴。他还在外面跪着。是。主上，这外面天寒地冻的，您还是让无暇先回府吧，别再冻出病来了。又不是寡人让他跪的，他要跪便跪，冻死了拉出去埋了便是。左相，你看，娘娘宅心仁厚，怜惜四殿下，实事难得。不过微臣倒是觉得，主上说的对，他想跪便跪着，不必理他。为何？娘娘，四殿下是为了开科举一事而跪，他这一跪，置主上于何地？因李娇寒之死一事，现在民怨四起，大批寒门学子要顶乡祈愿开科举。若是让他起来，便相当于同意开科举。可开科举一事，兹事体大，世家必会反对。不如将那些闹事学子处理掉，以安世家之心。只是主上，此事是否要秘密进行？毕竟，北院使团还在，咱们大齐不能让他国看了笑话。线下有人作怪，民众积怨闹事，确实难看。可若开了这科举，各世家必会联合反对。若是再联合上书，恐怕主上处理起来也会十分棘手。寡人的天下，还怕他们几个世家不成？联名上书，又能奈我何？主上恕罪，主上开疆辟土，征战四方，未尝败绩，是臣失言了。那是。这科举寡人就算开了，他们凭何反对？区区几个世家纨绔，又能算得了什么呀？是。不过世家也盘踞多年，那叶爱卿此事有何良策呀？不如让世家重臣和四殿下一起担任主考，再将招保名额严格控制，这样既保全世家脸面，又不至于寒天下人之心。主上以为呢？甚好，还是你思虑周全。传寡人旨意，明年春节之后便行科举，主考官便由秦勉和四王子穆无暇担任。你呢，就给寡人做一个监考官。臣遵旨。热闹也看过了，走，喝花酒去。殿下，那怎么出来个人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国之昌盛，系于贤才。兹定于元日后开科举，四王子穆无暇，尚书令秦勉领任主考官，着左相沈在野督察考场诸事。钦此。殿下。焦寒兄，你听到了吗？你的在天之灵可有看到？相爷，一切都在照咱们的计划推进，分毫不差。主上要开科举，四殿下为主考官，尔等分东西南北各路传此谕令，务必要扩散至偏乡僻壤，听明白了吗？是。此番得开科举，须让人知晓，是四殿下亲贵殿前，与白衣共沾风雪争来的。本想要天下不义，悉数化为他的甲胄，让那群世家老臣看看，什么叫逆袭如潮。焦寒兄，
明年就要推行科举了，你若在的话，定是帮手。是穆无暇的坚持和你的死才有的这一天。你要是还在该多好！我早该去跪的。我应该早点。无暇，无论是我的父亲、你的母亲，还是李娇寒，他们都不会白白牺牲。这一次，我们定要清除积弊，开创新局。穆无影，看来本宫如果不来这一趟督促你，你是断然不会对你的兄弟下狠手。如今穆无暇威望愈盛，怕会是我们未来路上一大阻碍。阿华，我可以跟你解释，老四他差一点。本宫不爱听解释，况且你也不止穆无暇一个兄弟。对不起，是我优柔寡断了。本宫只要你答应，这一次本宫安排的一石三鸟之计，绝不可失手。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阿华，阿华，我在北院等你的好消息。三郎，这次可不要再让我失望了。这科举之事，竟真让他们促成了。父亲息怒。当李娇寒被人挂上贡院牌坊那一刻，此事已然注定。到底是谁把他挂在那里的？难道是四殿下？不会，他心慈面柔，做不到如此绝情。那会是谁呢？沈在意。此事倒符合他一贯行事作风，但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何……是他也好，不是他也罢，科举这口子一旦开了，恐怕就会像黄河决堤，再想拦就拦不住了。圣旨已下，科举定然要开。家主，三殿下邀大小姐过府一叙。请。这局棋走势焦灼，看来殿下也在为科举一事烦心啊，何不联手？开科举一事已成定局，若想在此局中转败为胜，还需清除障碍。殿下和我孟家目标一致，沈在也。穆无暇。有你相伴，这次定不会输。殿下，贤子旁落，并非善用其物。我定会物尽其用。
见过大小姐。你怎么在这儿？科举在即，自是来拜见叔父，请教学业。请教学业。孟怀润，你那9册怎么来的？你我心知肚明。上次有那个穷书生，这次科举你能求神？我劝你还是早早放弃，莫到了会试自揭其短，丢我孟家脸面事小，落个欺君牵连家族事大。这就不劳大小姐操心了。他日我若重视在榜，孟家早晚会迎我进门。告辞。蠢人多作怪，派人盯着他。是。哎，小姐，你怎么来征春阁了？征春阁似乎有什么动静，里面莫非藏了人？没有。有没有人？我看看就知道了。相爷说了，不许小姐进入征春阁。为什么？总之，小姐若是想进入征春阁，必须要得到相爷的首肯。我哥？啊？你想害我？啊？我哥他看似一切正常，但只要我跟他提到江桃花的事，他一点就炸。相爷最近忙于科举监考的相关事宜，心力交瘁，确实是脾气暴了些。那倒是，我是听木无暇提起过。好吧，那我还是少给我哥添些麻烦吧。别跟着我。哦，大小姐还算好糊弄。哼，这个战卢还想糊弄我，本小姐倒要看看你搞什么名堂。青檀，他不是跟江桃花一起失踪了吗？怎么会在这儿？他这是要去哪儿？不行，我得跟上去看看。这怎么好像是去三殿下府的方向啊？谁？青影小姐，青檀，你怎么在这儿啊？偷偷跟你来的。既然你还活着，那江桃花呢？她也活着吗？啊，嘘，这边走。公主，江桃花，你真的还活着？你们怎么来了？你为什么会在三殿下府？你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哥都不让我提起你，战卢还说我哥是因为公事忙才发脾气，可我知道他是为了你。沈相知道我在三殿下府。什么？我受伤醒后，神思错乱，许多来到大齐的事情我都记不清了。公主，你还是没想起来吗？公主，你要不还是跟我们走吧，这里不安全。青檀，听我的，此地不宜久留。若是三殿下知道你还没死，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的命是好不容易才保住的，快走吧。啊，青檀的命？青檀，你受伤了？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算那奸相良心发现收留了我，我只是担心公主的安危才来的。哦，那就好，但先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你能不能先管管我哥？你知不知道我哥想你想都快疯魔了？哎呀，其实自从你坠崖失踪之后，我哥的状态就一直不对。一开始只是整夜的坐在征春阁里喝闷酒，要不然
就是在房间里发呆望天，经常一整天一句话也不跟旁人说。现在更恐怖了，每天不眠不休的工作，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相爷，您一整天都没用过饭了，多少吃点吧。旁的人都说，他是为了科举一事劳心劳力，可是只有我知道，他是为了不让自己有时间想起你。沈在野，你这样又是何苦呢？梦儿姑娘，这是三殿下特意吩咐送来的干果。代我谢过三殿下。是，那小的就放在这里了。哥，我听战卢说，你已经好久没有好好吃东西了。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回去吧。你都饿瘦了，反正我不管，我准备了这么多吃食，就算是为了我，你也要都吃完啊！我走了。当你转身后又是雨，忐忑的心越亲密，越是藏匿。思绪总在想你的夜里，越欢喜越害怕失去。你的眼睛如满天繁星，清澈而透明，倒映着天地，因为有你皆是风景。暖暖初心，狂风吹不息，写下相思真迹。就算会分离，也在所不惜，生死相许。那些最简单平凡的朝夕，却是我的梦境。一日三餐总相依，互问俗世语。那些回忆在岁月中栖息，长夜如许，慢慢两颗心都有了感应，翩然无情。莫尔姑娘，殿下来了。猫儿见过殿下。清风说近日天气寒凉，猫儿姑娘不愿意出屋了。你这身体如此娇弱，不知以后还可否继续为本殿下效力？自然可以，还请殿下吩咐。我要你去见沈相。见沈相？沈相近日公务繁忙，他好像已经对你没有那么上心了。殿下，不瞒您说，自从您上次告知我真相后，我便暗自发誓，绝不让沈相再有机可乘。所以，若他如今是这样所想，那岂不是正好？我知晓你对他心怀恨意，想要极力撇清关系，但此一时彼一时。沈相如今为科举一事劳心劳力，我身为王子，
自要关心丞相。我左思右想，还请梦儿姑娘多去见见丞相，让丞相能够劳逸结合，你说对吧？锦绣楼冬日的瑶池玉露羹素来不错，你去带我宴请丞相吧。殿下，您可是想要打听什么？只需让丞相多见你便好。是，梦儿明白。贤子虽偏，却正压着沈在野整盘棋的眼位。难不成是让我去牵制沈在野？我不能白白让他坐收渔翁之利，得想想办法。姑娘里面请。梦儿姑娘，殿下特地吩咐，务必对沈相温柔小一些。毕竟这阵子，您要常伴他左右。知道了。以免沈相疑心，我在巷口马车候着。姑娘如有需要，让小厮唤我即可。嗯。特意派清风盯着我，看来这件事对三殿下意义重大。如此，我便更不能听之任之。焉知他和吕后又有何图谋？既知他们的目的是让我牵制沈在野，那我必得反其道而行之才好。在想什么？沈相，青苔这阵子在相府多有叨扰，给沈相添麻烦了。无妨，不过他恢复得很好，有战卢日日夜夜的照顾着，你可以放心。青苔跟随我多年，一直都是他为我担心。如今我终于能体会到他的心境，当真是牵肠挂肚。既然如此牵挂，不如随我一起回相府。沈相，青苔的身份，还请多加保密。毕竟在他人眼中，青苔已是个死人了。如今你我只有青苔可聊吗？长诀重要，青苔也重要，可是唯独你忘记的那个人不重要。沈相可曾想过，即使青苔醒来告诉我，你说的都是真的，我可能也不过是像听别人的故事一般，无法感同身受。这世间唯有情这一事，无法强求。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三殿下会担心。梦儿姑娘，梦儿姑娘，请留步。下次再见，是何时？我好不容易得到三殿下的信任，若无重要之事，何为重要之事？青苔，还有吗？没了。沈相，我们就此别过。
沈在野，你我立场殊途，注定是错付一场。不如借此契机，纠偏归正，各安天命。江桃花，为何你要如此决绝？难道往后余生，我都只能看你一步步的走远，永不回头？我们到底还是行差踏错之子？喝了这诀别酒，今生今世，你我不复相见。天下女子内奔流，何苦与我过不去？你我不过是陌路人，我为什么要恨你？江桃花，如果说我后悔了，悔我当初没有信你、护你、爱你，你可愿回头看我一眼？相爷，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您这段日子一直为科举的事情操劳，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的。相爷，您这又是何必呢？天下的好女子这么多，你……沈相可曾想过，这世间唯有情一事，无法强求。初时那悠悠口下的关，无人将梦尽在转。沈在野，你不是落水，不必自悲欢。我不是长亭，不能将水攀。莫怪多情去着离送严寒，都不敢。谁曾想本是独自寄沧海的一场劫，却做一落人间的一场缘。却有天涯无方数可容一些，你从未愿，而我无怨。谁曾怜何人？江桃花，你既已选定独行，我便不会再强迫。但你选的路太难走，我定会在你身后护你。殿下深谋远虑，主上只派秦尚书担任考官。二殿下与秦家走动的比以往更深，毫不避讳。我那二哥贪财好利，才疏志大，如此一块肥肉摆在面前，岂有不沾荤腥之理？殿下，下一步该如何？你不该问我们该如何，而是我二哥下一步会如何？自然是想法子将考题卖出去。我明白了，我会派人盯紧他的买主，时机一到，买主便会出来作证。如此，便只有人证，物证却难以保留。父王不会轻易给二哥定罪的。
我听闻你们孟家此前曾请工匠在区区一枚果壳表皮上刻出了我玉京的街景图。不如孟姑娘将此工匠推荐于我二哥，可好？殿下好谋略，我这就去派人找工匠，定不会让二殿下失望。此鸟名声甚是烦人。好一个一石二鸟！清风，我记得那考场里也有2只鸟，你再去替我办件事。所知，花美不可一世。花落北风便知，正中间晃如隔世。花瓣被雨淋湿，心碎且中而至。花落泪，辗转心事，无处可告知。心愿在泥泞里挣扎，遗憾在绝望中厮杀，害盼他摘下怀抱露出的花，就算要将此花赠予。窥视爱恨只能一掷，花枯萎破败心事，再无需告知。怎奈还疯狂地想他。主上，二殿下是佳美留在世上唯一的孤贤，臣求陛下严惩四殿下。你哪只眼睛看见四殿下杀了他？见不到四殿下，问不出实情，此事查起来可就难了。再难也要查，凶手绝不可能是四殿下。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你要害死孟家！这就是个普通玉佩，他查，我要知道他会怎么查，所以辛苦孟二姑娘，找个机会接近他。一旦有任何异动，务必跟我汇报。你不该搅进这滩浑水。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碎玉，什么碎玉啊？像这个大小的碎玉。知道了，你辛苦了。